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啊。已知双曲线 x 方比 a 方减 y 方比 b 方等于栏目的 a 是大于0的 b 是大于0的，栏目的不等于0，栏目的有大于0的时候，那么焦点就在 x 轴；栏目的要小于0的时候呢，焦点就在 y 轴。它是双曲线系方程啊，代表无数条双曲线。那么它的渐近线的方程为什么求呢？我就只需要把栏目的变成0，于是我得到了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等于0，这是可以平方差 x 比 a 加上 y 比 b 乘以 x 比 a 减去 y 比 b 等于0，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。那么各自等于0的时候，我就得到了两条直线，这两条直线就是这样的双曲线系方程，它们的渐近线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做一道题啊，我们看一下这道题。这道题是已知双曲线系 x 方比3减 y 方，我要整理已知。x 方开头它的系数是正的，说明焦点在 x 轴。a 方永远在前 ，a 方等于3，b 方等于1。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，西等于 a 方加 b 方，它是3加1等于4，所以西就等于2。我在整理已知，现在呢，我就找到了焦点的坐标。快速的建立直角坐标系，然后呢，我要画渐近线，之后呢，我再画双曲线。双曲线无限的和渐近线逼近，但是永远不能到达。那么那是右分支，现在我画的是左分支。好，继续读题。O 是坐标原点 ，F 是它的右焦点，这个点就是点 F。经过点 F 做了一条直线，和它的两条渐近线分别相交，而且呢 ，OMN 为直角三角形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它呢是直角三角形，所以我画的渐近，我经过点 F 做的直线应该是这样。把它叫做直线 L， 它和渐近线交于点 M， 和另一条渐近线交于点 N， 这是坐标原点 O。三角形 OMN 啊，它是直角三角形，显然呢，这个角就是直角。好，接下来题中让我求什么呀？让我求MN。这条线段的长，好，让我求 MN 这条线段的长。那么我们就剖析一下，这个双曲线的渐近线我是知道的，因为它是 x 轴上的双曲线，所以焦点在 x 轴上的双曲线，所以它的渐近线方程应该是 y 等于正负 a 分之 bx， 其中这一条呢就是 y 等于 a 分之 bx。这里边 a 我知道 a 方等于3，a 就等于根号3，b 方等于1，b 就等于1，所以渐近线方程我就写完了。渐近线呢，它是 y 等于 kx 形，说明斜率 k 就等于根号1/3，就等于3分之根号3。那么斜率等于啥呢？这一条直线是有倾斜角的，这是倾斜角阿尔法。直线的斜率当然是等于倾斜角的正切值，所以由于它是个特殊值，3分之根号3，弹性的30度等于3分之根号3，因此我就找到倾斜角，倾斜角是30度。那么在这个 MOF 这个三角形当中，它是30度 ，F 是焦点。我们之前学了一个知识点，经过焦点做垂直于渐近线的直线，或者说焦点到渐近线的距离，它是等于常数 b 的。
b 的平方等于1，b 就等于1，说明 F 焦点 F 到接近线的距离 FM 它是等于1的。这个角是30度，这又是个直角三角形。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，那么斜边就是2啊。要么我们也知道 F 的坐标就是2到0嘛，斜边是2，它是1，显然另一条直角边就是根号3，我们就把能够挖掘出来的已知都挖掘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看，它让我求 MN。那么三角形 OMN 也是个 RT 三角形，上下两条渐近线它是对称的，所以呢，当阿尔法是30度的时候，两条渐近线所夹的角，它就是60度。那么在 RT 三角形 OMN 当中，弹进的60度是对比邻，我要求对边吗？邻边我还知道。所以我就要用弹进的60度等于对比邻，对边就是 MN， 邻边呢就是 OM 根号3，弹进的60度还等于根号3，所以我就得到一个方程去分母。很显然 MN 根号3乘以根号3，它是等于3的。那么这道题呀，我们就选 B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我在拆黑板的过程当中，同学们有快速的读题，下一个题就要复杂一些了。好了，大家读完题了吧？我们一起看一看。已知双曲线 x 方比 a 方减 y 方比 b 方等于1 ，a 大于0 b 大于0，这是标准的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方程。其中一条渐近线真挚着句，我从头到尾读题的时候，我要不断的捕捉有效的信息。它给了我一条渐近线的方程是 x 等于 x 加上根号 3y 等于0，它就可以变成 y 等于负的，把 x 移过去，3分之根号3负的根号3分之1有理化，3分之根号3x。由于我明确的知道它是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那么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它的渐近线方程是有2条 ，y 等于正负 a 分之 bx。显然呢，我们就知道 a 分之 b 它就等于3分之根号3，我还是把它还原成根号3分之1的样子，因为我这样的话可以找到 a 和 b 的关系。交叉相乘 ，a 就等于根号3b， 所以呢 ，a 的平方就等于3b 的平方。再接着挖掘在双曲线当中谁老大呢？西老大，所以这个 a 方我可以把它变成西方减 b 方，它就是 a 方。于是呢 ，a 方就等于西方减 b 方，然后等于3b 方，所以西方呢，它就等于4b 的平方，也就是西等于2b。我把我能够找到的、挖掘出来的潜在的已知，都要把它表达出来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它的右顶点是 A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需要快速的勾勒一下它的草图。它是焦点在 x 轴上的双曲线，而且呢，它是3分之根号3。渐近线和 x 轴的夹角，渐近线的倾斜角是30度，所以呢，渐近线我要画的扁一点儿，渐近线画的扁一点儿。那么双曲线呢，它的开口就小一点儿，无限的跟
渐近线靠近，无限的和渐近线靠近，但是永远不能到达。接下来它的右顶点是 A1，这个就是它的右顶点。右顶点的坐标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，A、B、C 还不知道。好，然后是左右交点分别是 F1、F2，这个是左交点 F1，这个是右交点 F2。点 P 在它的右分支上，我们随便的找一点，比如说这个就是点 P。那么点 B 呢，它是点 B 的坐标是山豆一，点 B 的坐标是山豆一，它应该是在双曲线的这个位置。x 取3的时候，x 取3，我们可以往渐近线里带一下x 取3带到这儿 ，x 取3，y 是1，它是大于0的。x 要是取3，如果是渐近线上的点 x 取3，那么根号3y 它就等于负3。我找这条渐近线这条渐近线是 y 等于根号1/3倍的 x， 我往这条渐近线里头带，因为我的横坐标是正的嘛，所以 x 取3的时候。y 呢，它就等于根号1/3，然后乘以3，乘个根号3，乘个根号3，根号3乘以根号3，把它有理化，它是3，和它约了，相应的 y 值是等于根号3的。如果你的这个点 B 要是落在渐近线上，横坐标是3的时候，落在渐近线上的点，它的纵坐标应该是根号3，1.7。可是它的纵坐标呢，横坐标也取的3，而它的纵坐标是1，要比1.7小得多，所以我的点 B 是在渐近线的下方。那么点 B 大概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它是山豆一。好，这是我们判断一下点 B 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三角形 F1AB， 三角形 F1， 它的右顶点是 A， 不是 A1。F1AB 把 AB 连上，把 F1B 也连上。F1AB 说的是这样的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的面积给我了，马上表达它的面积是什么呀？1/2 地乘高。I 是三角形 F1AB， 它的面积是1/2，谁是底呢 ？AF1 做底。谁做高呢？点 B 的纵坐标向 x 轴做垂线，它的纵坐标是高，它的高是1。AF1 是什么呢？这是丝半轴 A 个单位，这是半焦距 C 个单位，所以它的面积是1/2 A 加 C 乘以1就无所谓了。那么它的面积题中还给我了，就等于1加上2/3根号3，于是我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。整理一下，左右两边乘以2，2加根号3就等于 A 加 C， 我把它叫做4/1。刚才我得到的这个 C 还等于 A 等于根号3b，我把它叫4/2，C 还等于2b，我把它叫做4/3。所以呢，看到 A 的时候，我就换成根号3b，所以2加根号3，它就等于根号3b。看到 C 的时候呢，我就换成2b加上2b。2加根号3，它等于把 b 提出来，根号3加2倍的 b，
它俩是一样的，相除啊，每一项都除以2加根号3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b 是等于1的。b 等于1，显然 b 方就等于1啊。b 要等于1 ，b 方是1，西方等于4b方，于是我们就知道西方是等于4的。b 是1，a 就等于根号3，带到这儿 b 方也是1，所以 a 方是等于3的。我在挖掘已知，现在我把 a、b、c 都找到了，所以方程被我求出来了。那么方程是什么呢？我就写在这儿 ，x 方比上 a 方减去 y 方比上 b 方，b 方是1，它是等于1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式子不够简洁，那么你可以不写这个，直接是 x 方比3减去 y 方等于1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他问我的是什么呢？问我的是当 Pf1 减去 Pf2 取得最大值的时候，点 P 的坐标。刚才的这个点 P 我是随便找的啊。那么应用其他的条件没有用到点 P， 我把方程找到了。好，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我要把它擦掉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专心看第二个问。第二个问呢，看下边的这个问啊，他说当 Pf1 减 Pb。Pf1， 我把刚才的三角形也擦掉，因为这个线太乱会对我们造成干扰。我把方程求完了，有些条件我就不用了。这个是右顶点 A， 用不上了，我也不标了啊。这个是 F2， 我还是要留着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学圆锥曲线的问题的时候，经常要回归定义。至于这道题是不是回归定义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看一看啊 ，Pf1， 如果我点 P 取在这儿 ，Pf1 就是这样的一条线 ，Pb 呢就是这个小线段。他说当 Pf1 减 Pb 取得最大值的时候，好了，我看到了最大值这几个字。最大值它是什么样型的不等式呢？它一定是小于等于型的不等式都比那个数小，等于那个数，它是它最大的情况。y 小于等于2，都比2小，等于2就是 y 的最大值。所以他提到最大值的时候，我立刻就要想到小于等于型的不等式。那么上哪有不等式呢？所有的已知都在这儿，没有不等关系。那么我们就常常借助于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，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。于是呢，我就悄悄地把 Bf1 连上了。你看三角形 Pf1b， 在这个三角形当中 Pf1 减去 Pb 正好是两边之差，两边之差就要小于第三边，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发现。所以 Pf1 减去 Pb 它现在就小于 F1b 了。还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我要取得最值是需要等号的，没有等号那就空欢喜了一场。有没有等号呢？那么如果你作为三角形，两边之差一定是小于第三边的，它不可能有等号。那如果你要想找到它是不是等于，就说明点 P 点 B 点 F1 一定是共线的，在一条线上了，不构成三角形。如果构成三角形，只能小于不能等于，如果要等于，一定是 PBF1 共线。那么
点 P 如果在这个位置呢？很显然 PF1 减去 PB， 它完全不等于 F1B， 显然在这儿是不可以的。那它还能在哪里呢？有的同学肯定就想到延伸、延长，我把 F1B 延长，那么它这是渐近线，我的双曲线无限的是和渐近线接近。当你延长 F1B 的时候，你无论怎样的延长，双曲线无论怎样的延伸，它永远和双曲线是没有交点的，也就是等号我是找不到的。如果它和双曲线延伸之后有交点，然后呢，P 在这儿 PF1 减去 PB 的确等于，可是它交不上，这个 P 点找不到，那么这个等号就找不到。所以呢，这种情形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。那我们还要找它的最大值，咋办呢？想想老师说的话。老师说，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，我们要回归定义。老师还说过，如果你是双曲线上的点，或者你是椭圆上的点，我们都是有两个交点的，要么就别连，连就连两个。连两个的目的是什么呀？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定义。好，既然刚才这种形式我直接做找不到它的最大值，那我就转化呀。点 P 就是双曲线上的点，你当然你都和 F1 相连了，你和 F2 也得相连。然后回归定义由于我这个点 P 它在右分支 PF1， 看点 P 在右支上 ，PF1 长，它到两个定点的距离满足定义，它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应该是常数 2a。A 是 A 方等于3，A 是等于根号3，2a 是2倍的根号3，所以 PF1 我就要把你换掉了，把它移过去，我要换成 PF2 加上2倍根号3的样子，所以它们俩的差我就换成了 PF2 加2倍根号3是个常数，给它放在后边，把减 PB 先落下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观察 PF2 减去 PB， 我又把它连上 PF2B， 这是不是又是三角形PF2 一条边 PB 一条边，又是两边之差，那你又小于第三边 BF2， 有没有等于的时候呢？你要是三角形永远不可能有等于的，两边之差就是小于第三边。如果要是有等于，那一定是共线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就把 BF2 所在的直线画出来。当我的双曲线无限延伸的时候，你看，我就跟双曲线在这儿有个交点，在这儿有一个交点。那点 P 到底落在啥位置呢？我目测了一下，点 P 一定是在这儿。PF2 减掉 PB 恰恰好好就是 BF2， 所以等号我就找到了。等号点 P 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的等号就存在了。你们俩的差小于等于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常数因为C 我知道A 方是3 ，B 方是1，C 方是4，C 是2点 B 的坐标点 F2 的坐标我知道，两点间距离公式3减2就是1的平方，加上 y1 减 y2 1的平方，它就等于根号2。你们俩的差小于等于一个常数，都比这个数小，等于这个数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最大值。所以呢 ，PF1 减 PB， 当点 P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就有最大值。虽然你没问我最大值等于几，我也求出来了。
而且我还知道，就是这个时候你取到的最大值。他说，当他取得最大值的时候，点 P 的坐标，我并不是要找最大值等于几，我最主要的我是想找点 P 的坐标。好，那点 P 的坐标我们怎么求啊？它是松曲线和直线相交得来的，所以我当然要写直线的方程啊。这条直线的方程，点 B 在这条直线上 ，F2 在这条直线上，两点式写方程。两点式写方程，我以前反复给大家强调过。我先把模型摆在这儿 ，y 减去 x 减去，减谁呢？随便你把谁看成 x1y1，你把谁看成 x2y2。你想减 y1也行。上下对齐，你想减 y2也可以上下对齐。我减这个吧，因为 y2是0，所以 y 减 y2， 马上上下对齐，它也减 y2， 前边的这个位置给 y1 留着。你都减 y2 了，它一定是减 x2， 所以它减2，马上对齐，它也减2，前边的位置给 x1 留着。所以这条直线 y 减0就是 y，1 减0就是1，左边就是 y，3减2也是1，所以这条直线我就得到了，它就是 y 等于 x 减2。既然我要求点 P 的坐标，就是这条直线和抛物线和双曲线。双曲线呢，我把它变化一下，取分母 x 方减去3y 方等于3，它和双曲线 x 方减3y 方等于3联立，然后消元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 y 方便我们就消 y， 所以是 x 方减去3倍的，看见 y 换成 x 减2。然后是 x 方减3x 方，它是减4加12x 加4减12，加2的平方加4减12减3等于0，负2x 的平方加12x 减15等于0。2x 的平方减12x 加15等于0。十字相乘，我们快速的算一下，2乘1，二次项系数，3、5， 2、3得6， 3、5， 6加5 11不行，那要是5呢？5、3、2、5、1、10， 13也是不可以的。看来这个十字相乘分解不了。十字相乘分解不了，我们就干嘛？求根公式。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备选答案，都是带根号的，所以呢，十字相乘没分解得了，我们就用求根公式。那么这个数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，用求根公式一解就 OK 了。好了，我总结一下，我们这节课讲了什么？我们这节课呢，给大家讲了，如果人家给的是双曲线系的这种方程，也就是右边不是恰好等于1的，那么你要求那样的双曲线的渐近线，你就只需要把右边的那个数改成0，然后一平方差就可以求出渐近线了。如果呢，你说我先把它变成标准方程，标准方程的渐近线方程我背得特别熟那也可以。然后给大家做了2道题。好，下节课呢，我要往下讲知识点了。